嗨，您好，我是凯西。今天您过得好吗？最近呢，虽然到了新西兰冬季最冷的39天，但是我们发现呢，不管是 mixed housing 还是 single housing suburban 都卖得热火朝天的。那不光是分割盘受欢迎， single housing zone 呢同样也受青睐。连我们华人不怎么喜欢的 plastered house 呢，只要是地段好、地大，竞争呢还是很激烈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说说这2天刚出炉的6月份 REINZ 的新西兰房地产协会的最新销售数据，然后再来聊聊房产市场近期发生的一些新变化。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呢，新西兰全国销售中位数和去年2020年6月的相比的房产数据表。这个6月呢，新西兰全国房产中位价同比去年上涨了 28%， 从去年的63万7千纽币涨到了今年的82万纽币。那新西兰16个地区中呢，有5个地区的中位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奥克兰也创下了历史上最高的年度涨幅记录。那除了奥克兰以外呢，其他还有4个地区的中位数创下了历史新高，1个地区持平。图中数据后呢，标有英文字母 R 的地区呢，都是创下了最高中位价记录的地区。那分别是怀卡托61万5千涨到了73万6千，涨幅是 19.7%。Taranaki 呢是从41万涨到了58万，涨幅达到了 41.5%。Manawatu 呢从42万7600涨到了58万，涨幅达到了 35.6%。马尔堡地区呢是从45万2千涨到了70万5千，涨幅是 56%。Southland 呢是从34万1千涨到了42万，涨幅达到了 23.2%。我们现在看到这张表中绿色箭头所指的呢，是新西兰6月份全国销售中位数和上月，也就是5月份相比的数据。6月新西兰全国房产中位价呢，比上月上涨了 0.3%， 从81万7500上涨到了82万。那奥克兰呢是从114万8千上涨到了115万，上涨了 0.2%。奥克兰以外地区呢也是上涨了 0.2%， 是从67万8500上涨到了68万纽币。那我们再看一下销售量的情况。新西兰全国的销量呢，比上月的7720减少了 4.9%， 降到了这个月的7345套。那奥克兰呢是从2834套下降到了2766套，比上月下降了 2.4%。 奥克兰以外呢是从4886套下降到了4579套，下降了 6.3%。 总体来看，销售数量呢是在下降的，有可能是跟房源的紧缺有关系。那我们再来看看奥克兰地区的销售价格和销量呢，与上个月也就是5月份相比的情况。奥克兰一共有7个大区，有3个上涨，4个下跌。上涨的地区呢有马努考，比上个月上涨了 1.9%， 达到了现在的107万纽币。罗德尼呢比上月上涨了 4.7%， 达到了119万4千纽币。还有 Watercarry比上个月上涨了 1.4%， 达到了106万5千纽币，创下了新的中位数的记录。那有4个地区价格呢是比上个月也就5月份呢又下降了，分别是 Papakura 下降了 10.6%， 奥克兰 City 呢下降了 2.9%， 还有富兰克林下降了 1.9%， North Shore 下降了 0.4%。 这些地区呢都是之前涨得比较疯狂的地区哈。在销量方面呢，奥克兰的 City 呢是以799套呢位居第一，然后就是马努考地区是666套位居第二，然后就是 Watercarry 是以424套位居第三。那奥克兰7个大区里边呢，6月比5月份销量方面上涨的呢只有2个地区，分别是帕帕库拉和马努考。那其他的地区呢都是有所下降的。
下降最大的地区呢是罗德尼，比上月销量下降了18%，然后就是富兰克林地区，比上月销售下降了10.6%。那我们再看一下房价的售卖区间，我把上个月的表呢也拼接过来了，方便大家比较。与5月份相比呢，100万以上售出的房产呢略有上升，从5月的34%上升到了6月份的34.5%。75万到100万区间呢是从23.1%下降到了6月的22.8%。50万到75万区间的房产呢有所下降，从27.9%下降到了6月份的27.1%。50万纽币以下的销售数量呢是从5月的15.1%上升到了6月的15.5%。那截止到2021年6月的12个月里呢，奥克兰60%以上的房屋售价呢都超过了100万纽币。REINZ 的专家表示呢，实际上奥克兰的 Ottawa、Avondale、Papatoetoe、Kingseat 和 Pukekohe 呢这些地区的个别房屋的售价呢也会在50万纽币左右。当然，这些房子都是远离市中心的，而且买家呢可能还需要对房子呢进行翻新，但是这对于首次购房者来说呢，也许是个机会。您看到的这个表呢，是2020年到2021年奥克兰10大最便宜的3居室的 house 的卖价和地区，有需要的呢可以收藏下。那对于6月的房产销售数据呢 ，REINZ 代理首席执行官 Jen Baird 表示呢，与5月相比，超过一半地区的房价呢有所上涨。他认为市场并未降温，与前1个月和前3个月相比呢，每个地区的 KPI 值呢都有所上升，这表明市场将在未来几个月保持强劲。政府呢只是去控制需求的政策，目前看来似乎连治标的目的都没有达成。而且呢，他还提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现在可供出售的房产全国已经不到14000套了。尤其是现在当房屋的销售速度与上市的速度一样快的时候。那根据 REINZ 的报告呢，5月份新西兰全国在售房源量呢暴跌了近30%，是80年来的第2大跌幅。那对于可出售房产不足的问题呢，巴范汤普森呢在他这个月的报告中呢也提到了6月奥克兰的新房源数量为1485套，但是到了月末呢，总房源库存呢仅为2864套，是5年以来的最新低。月底的房源存量呢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4，买家面临着市场房源匮乏、竞争增加的局面。那整体上来看，住房供应总量的不足呢，正在成为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那最近呢，还有一个影响房价的关键因素呢，也在这几天默默地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借贷成本。那低利率呢，一直是过去18个月里房价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在这周三，也就是7月14号，ASB 银行呢率先调高了1年期的固定利率，从2.19%提高到了2.55%，涨幅是36个点。那又把2年期的固定利率呢从2.59%提高到了2.95%，把5年期的利率呢从3.69%提高到了3.99%。同时呢，定期的存款利息呢也是有所增加。同时呢，就在当天 ，KB Bank 呢也是把200天的定存利率呢是从0.8%调高到了1.2%。那有意思的是，就在 ASB 和 KB Bank 调整的当晚呢 ，Westpac 呢也跟进了步伐，从7月16号起，也就是本周五呢，全面上涨6个月到5年期的房贷利率，其中1年期的利率和 ASB 呢保持一致，从2.19%直接上涨到了2.55%。预计呢之后会有更多的主流银行跟进。虽然 OCR 呢还没有开始上调，但是新西兰房贷市场的利率上涨通道呢已经开启了。
利率呢虽然在上涨，但是现在呢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较低的一个水平。那建议购房者呢在进行贷款评估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使用压力测试工具，测试自己呢在更高的利率下的还款能力。今年新西兰的房产市场真的是大事件不断。就在上月末呢，一项针对奥克兰、陶朗加、惠灵顿和基督城等高增长城市制定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呢，也正在提上日程。奥克兰市议会呢对外发布了一项提案，称将在整个奥克兰地区实施更多高密度开发的变革。那政府呢会在明年的8月前呢进行公众的咨询。这是奥克兰市统一规划发布以来呢市议会对细则做出的最大的变革。其中呢提到了将在整个奥克兰地区实施更多高密度的开发。开发商可以在以下的地点呢建造至少6层高的建筑。很多人称呢这是一个生纵的运动，简单的说呢，就是在有限的单位面积上呢建造更多的房子。有人说呢，生纵可能意味着下一波的地价飞涨。如果这一个变化落实的话呢，奥克兰的许多独栋的住宅区和传统的郊区呢，都将允许建造6层或者6层以上的公寓大楼。那受影响最大的呢，将是靠近主要城区、区域规划为独栋住宅的地区，像 Remuera、Mount Albert、Sandringham 和米尔福德。那其中呢，大约有3万套属于特殊区域的房屋被建议呢作为例外情况。这些房屋呢位于 Ponce Bay、Herne Bay、St. Mary's Bay、Green Lane、Panell、Birkenhead 和 Devon Point。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各方对房价的一个预测。首先是财政部，它预测明年年中房价增长率将跌至 0.9%。但是储备银行呢则预计呢是2023年新西兰平均房价增长率将从目前的 25% 呢跌至 2.6%。储备银行行长呢表示，房价增长放缓的原因呢是大多数房价上涨的驱动因素呢正在减弱甚至消失。针对投资者税收政策变化 LVR 限制重启，使得建筑市场呢活跃起来，住房供应明显的增加，让新西兰的住房更具可负担性。但在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角度来看呢，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呢完全是不可能的。Westpac 的经济学家预测呢，2022年和2023年新西兰的房价增长率将温和下跌3到4个百分点。那 ASB 银行预计呢，2021年房价将上涨 15%，2022年呢涨幅仅为 2%。他们表示呢，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如果房贷利率上涨速度高于预期呢，比如是在2022年底达到了 4%， 那么房价就会出现小幅度的季节性下跌。它的理由呢是，如果撇除各种政治因素，单从供求关系上来说，房价增长放缓呢似乎是必然的。首先，边境封锁和移民停滞使得新西兰人口增长导致的需求问题呢不复存在。同时，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呢也使得供应量的增加呢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那在今年一年呢，经历了太多的不可预测的房产移民政策，加上近期呢美联储又频频释放加息信号。7月15号呢，中国人民银行又突然大幅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这都会对大环境造成影响。同时呢，疫情的变化又是那么的莫测，那对于新西兰的房价会不会还是像以前那样一直的一往无前下去呢？也希望在视频的下方留下您的观点。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我会继续关注房产方面的讯息与您分享。我是凯西，希望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喽。